现在打个车去金字塔啊。最近这个埃及货币比较贬值，然后汇率波动也比较大，现在去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从市区打车到金字塔将近30公里，然后费用大概是90多埃镑，然后按照我的换汇的汇率的话，人民币大概就12块钱左右，30公里12块钱，好便宜哈。现在这个埃及的汇率它是怎么回事呢？官汇和黑市的汇率的话，差距非常大，将近可能差了1倍。然后我换汇时候的汇率，在黑市换的大概是1人民币可以换8.1的埃及镑，然后在官方汇率的话，大概只能换4左右。所以说现在埃及这边付款的话，像很多酒店或者说像这个金字塔或者别的一些景区根本都不支持埃及镑付款，就是外国人来讲的话，只能用美元或者说用信用卡。但是信用卡这些它走的都是官方汇率，这也是这个国家现在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吧。可能好像是因为外汇储备断流，还是一些什么原因吧。这是他们这边的大型的公交车，里面坐满了人哦。这是这边的小巴士，里面人也挺多的，相当于他们的公交车。来了开罗有几天了，金字塔还没来呢。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这边的金字塔，世界奇迹之一啊！我现在先去买票，然后听说这边景区里面的骗子超级多，要格外小心。有时候这个相机可能不小心拍到别人或者别人的骆驼，他可能都会找你要钱。听说是这样子的。看一下这边的价格啊。这个票价是540埃镑，然后学生票是270埃镑，这只是大门票。如果你要去到里面的金字塔的内部，还要专门买单独的票。这个是胡夫金字塔的票，然后这是另外的别的金字塔的，它有单独的里面的买票。先买一个大门票进去看一下。现在这个场地上全是布满了各种游客、各种旅游团。前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夫金字塔，朋友们。非常壮观啊，太震撼了。然后这个地方是属于吉萨金字塔群，吉萨是一个金字塔群，不是专门一个金字塔。然后里面有很多胡夫金字塔，还有别的几个金字塔坐落在里面。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个胡夫金字塔，这个真的4500多年前的历史遗迹，太厉害了。关于金字塔的一些相关介绍呢，可以去搜索一下相关的纪录片，金字塔的纪录片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与讲解。然后我这边也没法在这儿卖弄这个东西，我是看了一些纪录片，然后才过来的金字塔，因为我来了开罗有几天了嘛，之前也都看过一些相关的纪录片，不然的话，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来这边看的话就是一堆石块啊堆起来的一个石头山，没有什么那个，还是要看一点相关的。知识再过来。每个人看到的金字塔看到的都不一样啊，有人可能看到的是几千年的历史遗迹，有的人可能看到的是当年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他们的鲜血与汗水在这里挥洒，有人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么一堆破石头啊，就是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看一下这边的巨石啊，都是严丝合缝的。你想一下，在几千年前的这个工艺，所以说这个有很多是历史未解之谜，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这个金字塔？所以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上面可以爬上去，有点滑，哇，太壮观了，朋友们！这可是金字塔耶！曾经在历史书本上看到的一些东西，现在我已经亲临了这个地方。曾经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这些景象，如今我用双脚翻开了这一页，感受完全不一样啊！真的，看一下这每个巨石都有数十吨重啊，非常重啊！这个高度大概140多米啊，太牛了，太牛了！看一下，这每个有1米多高啊，这个大石头。而且你看它这个切割面啊，
非常平整，贴合的真的是严丝合缝的，不得不佩服啊，朋友们，你看这个好平啊，哇！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之前一下凿出来的啊，凿的这么平整。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小的石头把它缝隙给堵住，看一下，哇！朋友们看一下这些大石头，这也太惊叹了吧！看一下，哇，这就是金字塔呀，埃及法老啊！这下面好多人都爬上去了，上面的石头都给踩秃噜皮了。这边全是各式各样的旅游团，都有导游带着的。那个家伙爬的还挺高的。看这地上都已经踩成全是这种沙土了，然后呢上面也都是刻的字，石头上各种刻的字，挺多的。这上面刻的各种字啊，你看，但是刻这种字在上面有什么意义呢？换个角度看一下这个建筑奇迹啊，这边人少一点。朋友们，走在这个金字塔旁边，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真的是好渺小啊！我去，这边的埃及人中文说的老溜了，经过的时候他就给来一句骑骆驼，骑骆驼，骑骆驼。这旁边还有一个金字塔，这个不是胡夫金字塔，这是它隔壁的一个金字塔。但是这个金字塔上面很多石块已经脱落了，然后没有那么好。这个顶上很多石块已经脱落了，这不是一个平整的。当然这个镜头里面不一定看得出来。然后这下面很多都是这种巨大的花岗岩，非常结实啊，很多。这还有，你看这个切面，太平整了。你看这个直角，太牛了。这地上很多都是的。那个就是胡夫金字塔。从远处看，我觉得比近处看要壮观。近处看的话，只能看到一个切面，看不到它一个整个一个形状。这个地上全是这种沙土啊，全是这种沙土。然后这会儿天气也非常非常热，白天温度太高了，而且现在是2月份的，温度也这么高。看一下这个石头有多大哦，将近3米多长，1米多宽。你说它怎么给搬过来，然后把它给摆起来呢？要我说呢，就是全力把压力给到位，然后其他的无非就是生命、财产、金钱这些堆砌起来的，真的都是用生命和金钱堆砌起来的。这个金字塔太残酷了。看远处那个是孟卡拉金字塔，这现在很多巨型石块，这还有几个小的金字塔都已经破损不堪了。这个也是很多石头都从上面都已经滚落下来了，地上都是的。看到吗？这个花岗岩上有这种直直的裂缝，这么深。我估计它就是先把它凿开一个这种沟壑，完了之后通过某几个点那种力学的作用，把它凿击之后，然后它就会以一个平面的横截面的方式给切开。看一下这个小的金字塔，下面还有个门，但是这个金字塔太小了。3座金字塔并列的一个机位。游览路线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是从那个北门进的，一般都是推荐从北门进。北门进来之后，第一个就是胡夫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之后，然后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往这边走，往这边之后3个金字塔，然后走到那边可以有一个山坡上，有一个山坡可以位置稍微高一点，然后可以拍这个3个金字塔这样斜着并列起来的，角度还挺好的。完了之后走完之后，大概再往那个方向走去看那个狮身人面像。
然后可以步行走，其实也没太远，只是说这个路都是这种沙土路，可能灰尘比较多，要么就是骑骆驼，注意跟他们砍价就好了。这边有挺多这种墓穴的，看这个好深啊，这个里面看不到底。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可以进去看一下。这还有个门啊，但是这个门是没被打开的，上面还有很多这种字符。两边都有，但是看不懂。这个不是后来人刻上的，这是之前的他们的一些文字或者说一些标记。这边有个洞，进去看一下。我靠！出现里面光线太暗了，啥也看不见。用手电照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哇，这个不是很深啊，但是最好别进这些地方。阴气比较重啊，虽然说我阳气太足了，但是也架不住这样被消耗。这个干净一点，我们爬上去看一下。这个是可以上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洞，看起来不像墓室。像这种洞穴，这下面有很多个，有很多这种洞穴都在这边。但是如果你骑骆驼走上面过的话，可能这些地方就不会经过。经过的话，可能骆驼主人也不会给你停。你说胡夫金字塔这么大，然后它的石头又那么重，然后缝隙又卡得那么整齐，它那个盗墓人到底是怎么把它给偷走的呢？很奇怪，也很神奇啊！你想想，那个石头至少得10几吨吧，一个大石头。他能把它给直接找了，而且他是很非常精确的路线找到他的墓室，而且他能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室他能给打穿，你说这个也很神奇啊！真不知道这些盗墓贼到底是怎么搞的，而且到底这个也没办法考证啊，到底有没有盗墓贼，这谁也说不清楚啊，说不定他是这个建造这个金字塔的人，他们相关的一些人员可能知道这个路径怎么走，然后给盗走的呢，要么可能是说不定是这个法老的竞争对手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是那个啥，他的尸体根本都没运进去，说不定都是一个幌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至今也都是未解之谜啊，都说不清。也有很多洞穴啊，都被这个铁栅栏给封起来了。然后那远处也是的，也是有好多个洞穴都在这儿，一排洞穴。看一下。我们从后面迂回一下去看一下这个狮身人面像，另外一个建筑奇迹。说实话，这个金字塔我都不敢拍，不敢去放出来，不然的话，一些弹幕上一些人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开始出来抨击我了，说怎么这么样，怎么那个，就是一堆抨击的话都可以说得出来。所以说呢，我过来只是简单拍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想学知识啊，或者说想讨论知识的话，那得去看纪录片才行，那个讲的才是比较专业的，方向是比较对的。远处那个就是狮身人面像了，就在这个胡夫金字塔的东侧。传说中的狮身人面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哦。但是这个狮身人面像下面是下不去的，它被这个围栏给拦起来了。然后后面那个就是胡夫金字塔，它两个刚好可以框在一个景框里面。这个金字塔景区不枉此行啊！终于听到了传说中的弯刀了，但是不是小孩子说的，是一个老大哥说的弯刀了。从那个入口进去里面啊，就是刚才那个有那个铁锁拦着，基本看不到它的正面。所以说来到这外面，这有一个平台，可以从远处拍它的正面。